天山台除了迟到的萧炎二人，还有风雷阁的凤青儿、万剑阁的唐英、黄泉阁的王晨、星陨阁的穆青鸾，以及一些未曾拥有姓名的路人甲。噬金属族族长金石解说完天目山的规矩后，就宣布开始关卡筛选。关卡内容为在鼠潮音波中顺利抵达山顶。凤青儿是第一个通关的，除了本身强横的实力外，他主要是靠速度取胜。唐英紧随其后，主要靠其凌厉的剑气。黄泉门的王晨是凭借暗属性斗气的特殊性硬闯，只有穆青鸾哼着小调就通过了，成为了全场通关最轻松的人。注明穆青鸾是风尊者的弟子，也是青鸾族的天骄。随着凤青儿四人的成功，名额就只剩4个了。萧炎带着纳兰嫣然给金石问过安后，就准备闯关。金石却是突然开口道：“音波阵是随着人数的多少而增加，你确定需要带一个人？”萧炎正准备说话，纳兰嫣然便是道：“要不你一个人上去吧，带上我太拖累了。”萧炎摇了摇头，然后坚定地走向石梯，低声道：“跟我来吧。”就当是送给他的一份礼。正有些感动的纳兰嫣然顿感万箭穿心，悠悠地叹了口气后，才抬脚跟了上去。萧炎闪电般地对着山顶暴冲而去，纳兰嫣然将体内斗气催动到极致，拼命地施展着速度紧跟上萧炎。他不想被萧炎落下，然而他的实力完全不足以通过音波阵。路程刚过半，他眼前的视线就逐渐变得模糊，望着前方那道虽然消瘦，可在音波之中却异常稳健的背影，纳兰嫣然笑了。遥想当年他以一个高傲者的身份在萧家强势退婚，现如今他连跟着他的步伐的资格都是在逐渐消失。原本他与他的关系能够达到最亲密的那一步，可最后却亲眼见证了他与自己的老师，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吃，一点不假。心中的回忆渐渐弥漫到了纳兰嫣然的全身，旋即一口鲜血喷吐而出，身体如遭重击般的倒飞而出。纳兰嫣然缓缓地闭上双眼，在心中呢喃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”一道闷雷声响，萧炎闪到纳兰嫣然身后，一把揽住了她的腰，身体停留在半空，嘱咐纳兰嫣然用仅剩的斗气将双耳遮住后，狮虎碎金营再度出场。那笑声中所隐藏的龙吟之声，不仅摧毁了那无数噬金属的合力音波，还给噬金属们造成了不小的伤害，这直接导致后面的人捡了便宜。不过萧炎并不在意，拿出一枚丹药给纳兰嫣然后，萧炎就迫不及待地问穆青鸾能不能借一步说话。萧炎想知道风尊者的下落，穆青鸾怎么可能告诉这个尚不熟悉的人？直到风尊者会在3个月后去风雷东阁参加四方阁大会。得知这一消息后，萧炎苦笑着道：“多谢穆小姐告知了。”穆青鸾见萧炎还真准备去的样子，瞪大了眼睛，看傻子一样的道：“你不会真打算去吧？你要去的话，那简直就是找死啊！要知道，到时候不仅废天会去，雷尊者也会去。如果可以，萧炎也不想了，可药老和父亲还等着他去救呢。”见到萧炎坚持，穆青鸾便没有再多说，只提醒了一下萧炎，尽量多小心一些。凤青儿和王晨就回到了石台。等萧炎回到石台时，闯关已经结束。此时完成音波阵闯关的共有9人，但那天山血潭的名额在除去2个噬金属的名额后就只剩8个，这意味着将会有1人丧失进入天山血潭的机会。在场的除了凤青儿4人之外，都多了一丝警惕与戒备。金石却是突然看向萧炎道：“你跟我来一下。”石亭内，金谷冲着萧炎道：“小家伙，知道叫你来是干什么吗？”萧炎道：“莫不是因为金石前辈体内的伤势？”金谷大笑一声道：“看吧，我就说这小子绝对不是寻常炼药师。”原来金石为了提高自身实力，不惜在天山血潭之底修炼。众人皆知天山血潭有神奇功效，却不知这血潭之底的功效更甚，只是这付出的代价也更大。金石体内的天山火毒将金石折磨得苦不堪言，若不是其本身实力强横，恐怕早就在这火毒之下化为灰烬了。现在他也至多活不过3年时间了，有了萧炎这颗救命稻草，金石怎么可能放过？金石以一个绝对顺利进入斗宗的机会作为筹码，让萧炎帮他彻底去除火毒。萧炎哪有不同意的？但是在得知金石的火毒就是用此方法而产生的弊端后，萧炎产生了自己能不能扛住火毒的疑问。金石笑了笑道：“不必担心，天山火毒虽然如复古之躯，但对于异火却是半点办法也没有。”萧炎很疑惑，金石是如何得知他身怀异火的？金石似是知道萧炎心中的疑惑，接着道：“是种族天赋。”萧炎虽然很渴望突破斗皇，但还没有昏了头脑，当下表示去毒可以，但必须等自己顺利从天山血潭之底出来。金石也怕萧炎得了力量不给他医呀，两人又是一阵唇枪舌战，最终萧炎获得了胜利，拿到了通过噬金属族布下的空间捷径的钥匙，一枚暗金色的杵头骨。萧炎这边刚回到石台，就听到众人要求纳兰嫣然自动退出。纳兰嫣然自然是不同意的，是萧炎辛苦将自己带到了这里，除了萧炎没人可以让他自动退出。一白衣男子冷笑着嘲讽纳兰嫣然为了天山血潭成为别人的痉挛，任人玩弄。纳兰嫣然气炸了，刚想有所动作，萧炎出声道：“你认为他退出比较好？
好。白衣男有些心虚，但还是硬着头皮打势。萧炎一拳砸在了他的胸口上，让他再没有力气爬起来。萧炎淡漠着望着那道身影，缓缓道：“现在只有8个人了。”这一下直接镇住了全场。凤青儿讽刺萧炎好手段，结果被萧炎怼到开不了口。见凤青儿没再瞎逼逼，萧炎缓步走到纳兰嫣然身旁，笑着道：“没什么事吧？”怔怔地望着那张微笑的脸，纳兰嫣然突然鼻子一酸，这种被呵护的感觉，她本来能享受一辈子的，她是真的后悔了。正想开口说话时，血潭出现了，现在便是进入天山血潭的最佳时期，动身吧！随着金石的话音落下，众人顿时化为几道光影，闪电般的对着火山口之内飞掠而去。萧炎抓住纳兰嫣然的手腕，也是身形一动，期间不忘叮嘱道：“记住不要深入天山血潭之底，一进入其中便加紧吸收。”纳兰嫣然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的点了点头。到了血池后，他才低声道：“多谢了，你以后若是要找老师的话，或许可以去花宗。”语毕，没给萧炎再次提问的机会，纳兰嫣然就一头扎进了血潭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停来给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